因身处三大洲交汇之处，一个统一的中东必然会成为足以领导世界的超级强权。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无数英雄人物都曾为中东统一做出过自己的努力，然而因各种原因，这些尝试全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我曾经聊过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埃及想在联盟内部称霸，那么由2个同根同源的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联邦，其失败的原因则深刻反映出现代国际秩序下的强权们不会允许中东碎片的数量有任何程度的减少。同以普世价值维系统一的那些联邦不同，阿拉伯联邦中的2个主要成员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相近，在血脉上也同样紧密相关。在一战末期的阿拉伯大起义中，麦加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伊本阿里脱颖而出。凭借着在起义中的功绩阿里的儿子们在伊拉克、约旦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在2国建立之初，哈希姆家族就希望把2块家族领地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2国在最初分别建国的原因，也只是因为英法2国对中东有不同的诉求。2战结束之后，英法2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开始消退。在目睹了殖民者的失败之后，埃及和叙利亚首先于1958年2月宣布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目睹了埃及和叙利亚都胆敢联合之后，伊拉克与约旦这对表兄弟决定是时候组建一个联合王国了。不过，伊拉克和约旦的事情从来不是这2个国家能说了算的。当合并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的那个老爷们第一反应是消极的。在2战前后的石油7姊妹时期，英国通过对中东的石油掠夺赚得盆满钵满。伊拉克是中东数一数二的石油产地，约旦则控制着从伊拉克、沙特等地向欧洲运输石油的通道。这2个国家走到一起，将对英国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正因如此，40年代伊拉克和约旦各自提出肥沃新月和大叙利亚等联合计划时，英国都毫不犹豫地阻断了他们的合并进程。然而，当此时的中东局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经过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后，提防埃及向其他国家传播共和思想已经成为了英国的第一要务。而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正好可以制约埃及与叙利亚、利比亚的反英联盟。最终，在多轮讨论之后，英国内部在2国合并的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的态度。英国人原则上不反对2国合并的消息很快传回中东。于是，在1958年2月14号，在埃及与叙利亚合并14天后，伊拉克与约旦成立了新的国家——阿拉伯联邦。按照2国王室达成的协议，伊拉克国王费萨尔2世为阿拉伯联邦的国家元首，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为副元首。他们各自保留着国王称号，并统治着原来的领土，但2个王国拥有共同的军队、货币和关税政策。其领土北抵土耳其，西到地中海，南达波斯湾，直接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叙利亚部分形成了半包围态势。阿拉伯联邦的成立似乎一瞬间逆转了中东的攻守局势，然而这个国家的国民却不怎么买账。为了得到民众的支持，费萨尔2世在阿拉伯联邦第1次特别会议上不断强调阿拉伯联邦的初衷是为了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兄弟一般的亲密关系。可是就在3年前，伊拉克才刚刚加入了美英组织的巴格达条约。这是一份旨在通过暴力手段干涉中东事务的结盟条约，与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如出一辙。在条约上签字的国家不是英国这样的殖民帝国，就是土耳其、伊朗等与阿拉伯人有世仇的国家。更令阿拉伯人警惕的是，新晋强权美国正在以观察员国的身份暗中影响整个联盟。阿拉伯联邦成立后，约旦百姓要求费萨尔2世退出巴格达条约，结果后者自以为大功告成，直接一口回绝。在约旦百姓不满的同时，伊拉克这边也是暗流涌动。伊拉克军队将领卡塞姆早年参加过伊拉克反英起义和第1次中东战争，对埃及革命心向往之。在一批军官的支持下，他建立了伊拉克本土的自由军官组织。苏伊士运河战争后，伊拉克首相赛义德就一直怀疑卡塞姆有亲埃倾向。虽然在幕僚们的保护下，卡塞姆一直没有露出马脚，但赛义德的怀疑让卡塞姆下定决心推翻伊拉克的亡国政权。1958年7月，约旦国内反对阿拉伯联邦的声音越来越多。费萨尔2世命驻扎在古拜地区的第20步兵旅去约旦境内协助侯赛因平叛，途中将要经过巴格达。好巧不巧，这个旅的实际掌控者正是卡塞姆的亲信。7月15号凌晨，该旅以政府的指令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了巴格达，而王室和政府官员们还在呼呼大睡，全然不知死期将至。当天5点，巴格达电台一阵骚乱，共和派军官的声音随即出现在广播中。
他们向伊拉克百姓宣告哈希姆王朝被推翻，伊拉克王国从此以后改名为伊拉克共和国。这时的伊拉克王宫同样陷入了一片混乱，王室的卫兵全无斗志，共和国部队当场处决了他们曾经的国王费萨尔二世。就这样，短命的阿拉伯联邦在不到半年时间后即告破裂。然而，作为血脉维系的联邦，即使伊拉克已经改朝换代，约旦王室依然在幻想着重新收回这片家族领土。费萨尔二世死后，约旦国王侯赛因顺理成章地接过了阿拉伯联邦元首的头衔。他和国民党总统蒋介石一样，有个日记强国、地图开疆的好习惯。从他的日记中，我们来看看伊拉克政变后1个月内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政变的当天，侯赛因野心勃勃地写道：“我要恢复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的统治，牢牢地保住哈希姆王朝的阿拉伯联邦。”侯赛因知道费萨尔二世被推翻，就是因为他对内镇压自由思想，对外投靠西方的反动政策。但为了实现这番宏图大业，侯赛因1年前才请走了英国军队，转头又去找了美国和英国。政变发生的4天内，美军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登陆，威胁到了伊拉克的西侧国土；英军则直接空降到了约旦首都安曼。侯赛因以为在两弹霸权的东西包夹下，伊拉克共和政府就是昙花一现。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英国人对伊拉克不感兴趣，他们只不过是想找个机会在约旦驻军而已。而美国方面由于英国的反对，同样无法展开军事行动。当行动陷入停滞之后，侯赛因不仅没能让哈希姆家族恢复荣光，反而招来了约旦百姓的不满。英军进驻1周内，已经有2个大臣的家被百姓用炸弹炸烂了，街上也发生了刺杀英军士兵的事件。纵使侯赛因再天真，他也看得出来，一阵势不可挡的革命浪潮正在向自己袭来。这时候，他心中的远大理想早已荡然无存。他在日记上写道：“我要逃出去，我受不了这狗屁国王，我不想干了。我要美军，我要美金，我要命，我不要王位。”可当侯赛因把退位的想法告诉美英2国大使时，这2个西方人就像看一个说错话的傻子一样瞪着他。美国大使更是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没有出息。在那一刻，侯赛因才彻底看清了阿拉伯联邦只是他与堂兄伊拉克国王的美梦。他们兄弟2个不过是西方人眼中的一对小丑。侯赛因还是低估西方人了，英美势力不仅看不起他，还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他。虽然政变当天伊拉克士兵打死了3名美国人，新政权也退出了巴格达条约，但是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加尔曼与卡塞姆会谈后，得到了保护美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承诺。他在发往华盛顿的报告中对卡塞姆的描述是非常友善，并且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美国人看来，比起把同英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王请回来，扶持新政府成为亲美政权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卡塞姆也清楚自己对美国有价值，他向加尔曼提出了援助伊拉克的请求。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得知此事后，觉得卡塞姆这小子上道，于是，在当年7月30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递交总统的备忘录中表示，土耳其、伊朗等周边国家都同意美国承认伊拉克共和国政权。当天下午，艾森豪威尔就指使美国国务院制定承认伊拉克共和国的声明。伊拉克共和国政权获得承认，同时也意味着阿拉伯联邦被彻底否定。得知美国的态度之后，约旦国王只能在日记中骂一句：“这些该死的美国佬和英国牛。”3天后，侯赛因发布了解散阿拉伯联邦的声明。而这个短命政权的故事证明了，如果无法摆脱外国势力的影响，任何试图统一中东的想法，终究都是大梦一场。